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要来替台湾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解决一个悬荡已久的问题，有关于美国牛肉跟猪肉的进口的议题。经过这几年的谨慎的评估，现在我已经责成我们的相关部门，在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依据科学证据、国际标准，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以及放宽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这是一个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台湾的经济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必须掌握战略机遇，为台湾推开障碍，打开活路，走向全球经济的新舞台。那么大家都知道，美中贸易战和这一次的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的改变，也加大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那么面对经济的巨大的变局，台湾因为致力于经济的改革以及疫情控制得当，我们不仅撑过来了，经济成长也更回到了4小龙第一，股市也缔造了历史新高。同时，我们也迎来近数十年来最大的台商回台投资潮，还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看好台湾，在台湾加码投资。这可以说台湾经济脱胎换骨，迎向未来的契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的力量，我们必须跟世界各经济体加速连接，尤其是跟我们最坚定的战略伙伴，也是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强化连接。台湾是美国重要而且极具关键的贸易伙伴，台美企业间也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但不可讳言，因为我们的相关的法规尚未跟国际规范完全接轨，成为台美经济进一步合作的障碍。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美猪美牛的议题上跨出关键的一步，将是台美经济全方位合作的重要的起点。未来，我们的经贸战略可以更灵活、更有力地展开。对于这2年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以及疫情冲击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今天的决定也是一个能够有效促进台美关系的决定。美国牛肉和猪肉进口的议题，从陈水扁前总统到马英九前总统，都对美方做出了承诺，要解决关于美牛美猪的问题。虽然2位前总统在当时的时空环境跟条件下做了努力，但也只能够处理部分的问题，这让台湾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国际的质疑，我们的贸易谈判的信用也受到质疑。它所影响的不只是台美间的经贸关系，甚至包括 CPTPP 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参与，也会让其他的国家抱持疑虑，质疑我们是不是有决心解决困难的贸易问题。此时此刻，台美关系达到数十年来最好的状态。美国从国会到企业界都明确的期待台湾有跟美国可以有更广泛、更深化的经贸往来，甚至对台美的 BTA 都乐观其成。这是对台湾经贸发展最好的契机，但是我们必须要展现面对以及解决问题的决心。当然，我们也知道，从现在开始到真正洽签贸易协定，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贸易协商的前提是必须要合理化贸易管理的措施，要以同样的国际标准对其他国家互惠开放。那么今天的决定也是一个符合国际食品卫生标准的决定。政府有责任确保市场上所有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的标准，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的妥协与让步。
在2012年之前，国际上针对莱克多巴胺的含量并没有规范的标准，而美国的牛肉也因为狂牛症的问题曾经引发疑虑。我们也确实曾经对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牛、猪肉的进口有所保留，但是在2012年的7月，经由国际标准的制定以及后续的风险评估，逐渐累积出更多的科学的证据。当时在野的民进党也因此修正了立场，要在以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基于科学证据、国际标准，对进口的食品做出相关的规范。这也是我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候的立场。这个原则我们并没有改变，也没有退让。但是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使得过去所没有成就的条件，如今正逐步的实现，让我们能够有空间做进一步开放的决定。首先，莱克多巴胺风险评估的资料已经比较充分，许多科学证据也经过时间的累积，慢慢的出现。再者，从2012年开放至今，美国牛肉并没有在台湾构成任何食安的问题，而国人对于美国牛肉的消费量更是大幅度的成长。那么环顾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也陆续开放含少量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的进口。台湾政府的相关单位在2012年、2019年都曾经对莱克多巴胺的牛猪肉品进行健康风险评估，而结论也都能够证实，在 Codex 标准底下都没有食品安全的疑虑。另外，在2013年以后，美国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就是 OEI 列为狂牛症风险可忽略的国家。同样的，卫福部也在2019年进行了严谨的风险评估，结论也是安全无虞。不过，人民重视食安，这点政府很清楚。对于未来美国牛猪肉的进口，跟大家保证，政府会做好安全把关。我们会强化进口肉品的检疫跟查验，我们也会落实食品标示的规定，清楚标示食品的来源国，提供消费者充足的资讯可以选择。从散装的食品和包装的食品，从零售市场到餐厅以及便当业者等，未来都必须让消费者得知完整的食品资讯，来确保食品安全。今天的决定也是一个确保台湾农业生计不受影响的决定，请大家放心，政府绝对不会牺牲本土的本国的猪农的权益。我知道国人会担心台湾的养猪产业在开放美猪之后会不会受到冲击，但我也要提醒大家，即使在前阶段我们开放外国猪肉进口，目前国人对猪肉的消费还是以国产猪肉为主，进口猪肉只占了1成，并且以加拿大跟西班牙为大宗，美国猪肉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这代表在前一阶段美国猪肉的开放并没有对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不仅如此，我们在这几年来积极地提升我们养猪产业的实力。在今年，我们更做到了过去24年来的政府都无法达成的任务。除了让台湾从孔蹄疫疫区除名，我们也成功地防堵非洲猪瘟，让台湾的猪肉能够顺利的出口。现阶段国产猪肉的市占率达到9成，竞争力也在持续的提升当中。但是我们仍将设立100亿元的养猪产业基金，确保我们猪农的收益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也会努力提升养猪产业的竞争力，让台湾养猪产业在战胜口蹄疫跟非洲猪瘟后，走入新的里程碑。
目前猪肉已经可以出口到新加坡跟澳门，接下来我们会倾全力打开更多的市场，让更有竞争力的台湾猪肉可以卖到全世界。有关美牛、美猪开放进口的议题，在食安上，我们是科学证据、国际标准清楚标示，这个就是我们开放进口的原则。在产业上，保护猪农收益，提升国产猪的出口竞争力，打开国际市场，就是我们的目标。在稍后的行政院的记者会，权责部会向大家说明具体的细节以及相关的措施。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已经做过整体的评估，认为现阶段进一步开放美猪美牛的决定是一个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及未来战略发展目标的决定，它也是一个能够促进台美关系的决定，更是一个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决定，也是一个可以确保台湾猪农生计不受影响的决定。这是台湾有机会迈开脚步走向世界的契机，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请大家跟我一起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国家一定会走向更好的未来。谢谢。